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譚松韻霸屏熱搜，跨年白月光加3劇連播，35歲的她憑什麼越拼越火？2026年伊始，娛樂圈的熱度榜單上，一個名字反覆出現譚松韻。她不是流量製造機，卻一次次成為話題中心。她不靠噱頭出圈，卻在舞台、影視、時尚3條戰線上同時發力。回望這波霸屏式熱搜，你會發現答案並不神秘，穩定而密集的優質輸出，持續突破的角色選擇，以及對職業始終如一的敬畏感。12月27日，韻光同行見面會上，譚松韻身穿最好的我們的藍白校服重返舞台。當那句我叫耿耿13中的響起，時間仿佛被按下了倒帶鍵。9年前的校園清風，9年後的舞台燈光，連接起的是觀眾與角色的共同記憶。這一刻之所以動人，並不知音動靈。耿耿之所以成立，是因為譚松韻在角色裡注入了真實的普通感，笨拙、猶疑、努力、向前。重穿校服並非消費情懷，而是一次坦然的對視。他沒有逃離過去，而是允許自己與青春並肩而立。譚松韻重穿耿耿校服登上熱搜的背後，是被理解的情緒洪流。更巧妙的是，見面會當日，新劇《逍遙》同步開播。耿耿的清新與逍遙的鋒芒形成強烈對照，完成了一次自然的角色過渡，情懷不滯留，突破在前行。湖南衛視跨年夜，譚松韻以白裙造型亮相，與徐佳瑩合唱一樣的月光，隨後加入群像版想見你想見你想見你。沒有誇張造型，沒有複雜編排，乾淨的線條，穩定的台風，鬆弛的表情，構成了白月光的完整敘事。譚幕裡刷屏的甜而不膩，輕而不薄，是對她氣質管理的準確總結。甜不是標籤，而是能力；少女感不是年齡紅利，而是狀態管理與審美判斷的結果。她懂得在舞台上收，讓觀眾把注意力留給情緒本身。如果說舞台是氣質的展示，那麼影視作品就是演技的硬核檢驗。逍遙中，譚松韻一人分飾3角：魔丸少女逍遙、亡國公主寧安、龍主形態。3種身份並非靠妝容區分，而是通過節奏、眼神、呼吸完成切換。紅衣黑化的狠戾與夜哭戲的崩塌感，讓觀眾意識到她早已不滿足於安全區。逍遙魔丸戰記加1號的玩梗熱潮，來自角色的行動力與反差感，貪財但不卑微，慫萌卻不軟弱。這種可愛裡的鋒利，是她近年來角色選擇的共性。與此同時，年代劇《我的山與海》讓她挑戰從10幾歲演到50幾歲。貴州女孩方婉之的成長不是爽文式的快進，而是被生活反覆打磨後的沉穩。中老年段落裡，她刻意收斂肢體，放慢語速，用細節讓時間落在角色身上。這類跨度對演員是耐力賽，也是方法論的較量。在金熊貓盛典上因身形變化引發討論後，譚松韻坦然回應，減重服務於角色我和我的命。她反覆強調健康優先，分享泡腳、飲食平衡等日常管理方式。對演員而言，身體不是審美對象，而是創作工具，變化不該被道德化，更不該被消費化。這種清醒也體現在她對年齡話題的態度上。有人質疑裝嫩，她用角色跨度作答；有人盯着數據，她用作品說話。她並不急於證明什麼，只把每個階段的自己交給角色去完成。登上瑞麗伊人風尚2026開年封面，譚松韻以復古港風雨露背黑裙打破固有印象，利落線條與靈動氣質並存，說明她對時尚的理解已從適合我進階為我選擇。當演員擁有審美主權，
時尚才會成為表達而非裝飾。第一，節奏管理。18個月3部戲，不靠轟炸，而靠區隔清晰的類型選擇。第二，細節主義。為蘭香如故的80歲造型經歷數小時試妝，追求活玩一遍的沉浸。第三，長期主義。從《甄嬛傳》的純貴人到以家人之名的李尖尖，她的成長線清晰可循。這些並不刺激，卻足夠可靠。它們構成了她在行業波動期依然穩健的底盤。如果把譚松韻的這一輪爆紅單純歸結為懷舊紅利或營銷成功，顯然低估了她在當下影視行業中的獨特位置。2025年至2026年的國產影視市場正處於一個明顯的分水嶺。一方面，流量神話退潮，觀眾耐心下降；另一方面，中腰部演員面臨角色擠壓，女性演員更是被年齡與類型雙重夾擊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譚松韻反而越走越寬。她並非頂級資源咖，也沒有長期綁定某一平台，卻能在仙俠、現實主義、年代戲、青春記憶、舞台表演等多個賽道同時獲得反饋。這本身就說明了一點：她已經從適合某一類型進化為值得被信任的演員。這種信任來自觀眾對她表演穩定度的長期認知。你知道她不會敷衍，也不會偷懶。你知道她不一定每一步都爆，但至少不會讓角色失真。在當下翻車成本極高的市場裡，這是一種極其稀缺的品質。35歲對男演員而言，往往被視為黃金期；對女演員來說，卻經常被貼上轉型期、邊緣期、媽媽專業戶的標籤。譚松韻的存在本身就在對抗這種單一敘事，她沒有刻意對抗年齡，也沒有急着轉型證明。相反，她選擇的是一種更溫和也更難的方式，用角色自然覆蓋年齡區間。她可以是最好的我們裡青澀的耿耿，可以是以家人之名裡早熟卻柔軟的李尖尖，也可以是逍遙中複雜破碎帶攻擊性的逍遙，更可以是我的山與海中經歷半生風雨的方婉之。這些角色並非在對抗36歲，而是在告訴觀眾，年齡不是限制角色的邊界，單一想象才是。當一個演員擁有足夠多層次的情緒儲備與生活理解，年齡反而會成為他的加分項。圍繞譚松韻，始終存在一個反覆出現的聲音：她是不是太適合少女了？雙引號，這個問題看似中性，實則隱含着對女性演員的苛刻預設。一旦你被某種氣質認可，就被要求盡快自覺退出。但譚松韻的回應方式始終很一致：不解釋，不對抗，只繼續演。她用更複雜的角色告訴觀眾，甜美不是唯一解，少女感也不是她的全部。在逍遙中，她可以慫、狠、瘋、冷；在年代戲裡，她可以疲憊、隱忍、堅硬；在舞台上，她可以溫柔，卻不柔弱。當角色本身足夠立體，所謂裝嫩的指控自然會失去落點。早期的譚松韻更多被形容為觀眾緣好，看着舒服，而現在她正在被越來越多業內人士評價為可控性高、完成度穩定。這背後是她對職業的極度自律。拍戲密集期3天僅睡10小時，為角色減重增重毫不猶豫，為一個造型反覆試妝6-7個小時，為貼近人物生活狀態，主動體驗角色年齡階段的身體節奏。這些細節不會直接上熱搜，卻決定了角色是否站得住。在一個越來越依賴速成、快消內容的行業裡，這種慢功夫反而顯得珍貴。從更長遠的角度看，譚松韻的價值並不只在於她當下的熱度，而在於她為行業提供了一種可參考的路徑，不綁定單一標籤，也不急於撕掉標籤，不恐懼年齡變化，而是讓角色自然生長，不依賴流量爆點，
而是積累長期信任。它的存在證明了一件事，在娛樂圈，並不是只有極端路線才能被看見。你可以不喧嘩、不激進、不完美，但足夠認真、足夠穩定，同樣能走得很遠。結語：越拼越火的背後是長期主義的勝利。回到最初的問題，35歲的譚松韻憑什麼越拼越火？答案或許並不浪漫，卻足夠真實。因為他尊重職業，尊重角色，也尊重時間。他沒有急着贏過誰，只是在一部一部作品裡完成當下最好的自己。而觀眾也終於在這個浮躁的時代裡，願意為這樣的長期主義買單。2026年的譚松韻，既站在回憶的光裡，也走在更新的路上。未來他是否還能不斷突破，沒有人能給出絕對答案。但可以確定的是，只要他繼續用作品說話，他就不會輕易被時代拋下。那麼，你是從哪個角色開始真正記住譚松韻的？是耿耿，是李尖尖，還是逍遙、方婉之？歡迎在評論區寫下你的答案。